忽然，红魂三丈叹息一声：“三丈兄，既已决定，又为何如此苦恼？”那两位皆是不解。咱们是离开了，可少主们还在。以少主们的性格，我担心他们遇到楚风。红魂三丈说道：“少主们的修为不是那楚风能够抗衡的，不必担心吧？”其中一位道：“那空白令牌目前没用，但后面定然有用。我猜测空白令牌应该是用来收集什么的。你想，这种地方能收集什么？我猜测是力量，因为这种地方往往比拼的是天赋和才能，而不是当下的修为。若只是比拼当下的修为，那就没必要这么麻烦，也没必要特意分出一个小杯的入口，直接就将好处摆在那，大家自己争，谁的修为最高，谁拿到即可。可这么多传承遗留下来，你又听说哪个传承遗迹是这样搞的？”红魂三丈反问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小杯入口内，楚风将是极其危险的存在。少主他们若是招惹楚风，哪怕修为占优，可因为遗迹的特殊性，也可能会落了下风。其中一位道。紧接着，另外一位也是开口：“不是可能了，我觉得三丈兄分析得很对。那怎么办啊？”那两位也担心起来。唉，人各有命，希望少主不要遇到楚风，若是遇到，也收敛一些。红魂三丈叹道。与此同时，经过观察后，楚风等人发现，他们此时所在的空间世界非常的大，而这方世界的地貌特征，则是与寻常的世界极为相似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就在一个真正的世界之中。楚风已经认真观察过，根本找不到方向，而他们来时的结界门已经关闭了，想回去也是不行，除非再有异象提醒，否则楚风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一时之间，竟不知该何去何从。而就在此时，远处的天际忽然出现一道结界门，结界门内走进来10几道身影，是七界圣府的小辈，但在那之中，并没有发现凌霄、界宝宝以及界天的身影。他们走出后，那结界门便关闭了，而他们也开始认真观察起来。没过多久，远处又有结界门浮现，同样也有小辈踏入其中。看来此地是一个汇集地，只要能够顺利通过之前关卡之人，便皆是能够进入这里。秦玄分析过后，看向楚风：“楚风兄，你觉得我分析的在理不？”“在理，继续分析分析。”楚风笑道：“行。”秦玄也不推脱，反而颇为得意的继续分析道：“能够到达这里的，那也都非寻常之辈。我猜此地非同一般，这里将淘汰很多人，要么是此地就会分出胜负，要么是能够从此地胜出者继续深入。总之，终点很近了。”话到此处，秦玄看向宇文言日：“宇文兄，你觉得我分析的可在理？你这是猜测，不是分析。”宇文言日道。秦玄再度看向楚风：“楚风兄，你比较专业，你觉得我后面分析的如何？”“我觉得分析的挺好。”楚风道。听到楚风的评价，秦玄甚是得意，不由看向宇文言日：“你看，楚风兄都肯定我了。我秦玄走南闯北，也踏过不少遗迹，我也是有经验的，可不是胡乱猜测。不如秦玄兄分析一下这些令牌。”楚风说话间，取出18道空白令牌，丢向了秦玄。秦玄接过，认真打量起来：“宇文兄，你也一起看看。”随后，楚风又取出18道空白令牌，递给了宇文言日。宇文言日也是顺势接过，认真打量：“怎么样？可有看出什么？”楚风问。“看出来了，这令牌有区别，这6道和这12道表面看着相同，实际上是不同的。”秦玄将18道令牌区分开来：“是，那12道是宫殿内所得，6道是森林内所得，森林内所得的令牌品质更好。”楚风道。“楚风兄，那你觉得这些令牌有何作用？”秦玄问道。“令牌是容器，用来收集物品的，我猜测应该是某种力量，后面会有大用，只是可收集的力量，暂时还未发现。”楚风说道。“靠谱，这个猜测靠谱啊。”秦玄点头，但说话间却将令牌还给楚风。宇文言日同样如此。“干嘛？这是给你们的，收好。”楚风说道。“楚风兄，这不妥，这是你。”宇文言日第一反应就要拒绝：“别婆婆妈妈，再说见外的话，以后就干脆各走各路，别做朋友了。”楚风笑着说道。“行了，宇文兄，收着吧，咱们都进来了，若是没有这令牌，便相当于白来了。至于欠楚风兄弟的恩情，以后再一起回报吧。”秦玄也是劝道：“哪来的恩情？同伴本就该分享，朋友谈恩情也是见外的话。”楚风纠正道。听闻此话，秦玄竟也沉默了，旋即问：“楚风兄弟，我真的能算是你的朋友吗？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们只是在9天之间相识，我实际上从来没帮过你什么，反而是占了你的便宜，甚至之前我还。”回想当初，秦玄面露惭愧：“朋友可不是这么论的，看着顺眼就可以做朋友，你不是说过咱们是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吗？难道是假的？”楚风问。见状，秦玄连连摆手：“当然不是，我也是拿你当朋友的，不仅是你，宇文兄也是我朋友。既然如此，就别娘们唧唧的，你可是秦玄，苍穹仙宗最强天才。”楚风笑道。听闻此话，秦玄也笑了，但内心更多的却是感动。之前他与楚风同行，楚风虽也待他极好，可他总觉得是借了王强以及仙海少羽等人的光，他是顺便的。但此时王强与仙海少羽等人不在，楚风待他还是如此友好，在明知道他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分明是拖油瓶的情况下，还是带着他。在神之时代这种地方，如此重要的空白令牌居然与他均分，这是何等魄力！此时此刻，他终于明白为何楚风之前能够与仙海少羽等人关系那么好。明明楚风站在了7界圣府对立面，是不该接近的人，可仙海少羽他们也不介意，还是站在楚风这一边。在这利益之上，以武为尊的世界之中，哪怕相识几万年的交情，也随时可能因为利益破裂；哪怕亲人也可反目，哪怕爱人也会残杀。感情在利益面前
脆弱不堪。可楚风却是相反，利益于他而言并没那么重要，反而是感情珍惜无比。在这样的世界中，楚风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